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上個禮拜就出咗堆新車啦，咁好似冇乜浪花啦，係嘛？咁 Mini GT 咧喺呢一堆車入面咧有一部都唔錯嘅，就係 Rocket Bunny 嘅 RZ34啦。咦，唔係 GTR 就叫34，其實 Fairlady 都可以叫34嘅。咁今集我哋就一齊嚟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以及細節方面嘅唔同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i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作為日產其中一款傳奇跑車啦，咁當然就比唔上 GTR 咁犀利啦。咁但係咧，依然都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啦。咁呢一部車咧，其實已經出咗新款啦，但係話題方面咧又唔算話好多喎。咁呢一部 RZ34咧，其實係建基於 Fairlady 嘅 400Z 去改成嘅。咁經過咗 Rocket Bunny 嘅深度改裝之後啦，咁成為咗全新嘅款式啦。咁當中嘅 R 咧，其實係 refine 咁嘅意思啦。咁對比起翻以前嘅設計咧，更加走向復古風啦，亦都向當時嘅 S30咧去做一個致敬啦。喺動力方面咧，就採用咗 VR30 嘅 DETT 啦。咁對比起翻 LB 咧，咁呢一款車更加專注喺賽車文化以及潮流改裝方面嘅一啲獨特性啦。咁為呢一部車咧，採用咗全新嘅效果，注入最好嘅新靈魂啦。咁車身上面咧，過往亦都有啲渦釘嘅設計咧，已經冇咗啦，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一體式嘅包圍啦，非常特別嘅。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一開始我拎上去嘅感覺咧，同之前嗰部雜誌嘅款式嗰部車咧係有啲類似嘅，但係拎上手嘅感覺咧又有少少唔同啦。咁首先講下喺顏色方面啦，用上咗一個骨子嘅紅橙色嘅，咁喺金屬粒子方面咧係帶有好輕微嘅橙色嘅質感嘅，所以大家咧會從鏡頭方面會睇到有少許嘅唔同啦。咁金屬粒子嘅細滑程度咧非常 OK 嘅，咁喺顏色嘅發色處理方面咧亦都做得唔錯啦，整體嘅感覺亦都 OK 嘅。咁喺沙板嘅部分咧，今次就採用咗一個分色嘅設計啦。咁我知佢想做乜嘅，想營造翻復古嘅設計啦。咁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比例咧，我反而中意一體式嘅設計啦。咁但係亦都咁講啦，無阻佢今次喺整體嘅包圍上面嘅表達啦。咁車身亦都加長咗少少啦，令佢更加似有 S30嘅味道嘅。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第一個部分咧，當然就頭泵把嘅設計啦。今次 Rocket Bunny 咧喺整體嘅車頭部分咧，修改嘅地方都比較多嘅。首先第一件事啦，就係加長咗個頭泵把設計嘅。咁呢一個咧，令到你嘅整體車身長咗之餘咧，更加有以前 S30嘅味道啦。咁嚟到兩邊嘅風刀設計咧，亦都採用咗內鑿式嘅設計啦。咁 Mini GT 咧喺呢一度咧呈現個厚薄度咧，亦都適中，唔會話過分地厚啦。咁進氣網嘅部分啦，依然有俾足你嘅，做得相當唔錯嘅。我自己咁睇啦，去到頭鏟嘅部分咧，其實佢今次咧，我估佢真係想做到舊款 S30嗰種質感，甚至係再舊啲嗰一部，我唔記得咗係幾多啊？280Z啊，係啦，嗰款嘅樣子都有啲似咯，個車頭嘅頭鏟部分有啲似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睇到佢嘅唔同之處啦，質質地啦，大家見到咧係一個有一級㗎，成一級落咗去嘅。咁呢度非常之清楚啦。咁另外啦，分黑嘅車頭燈部分啦，呢一度咧亦都有今次做到啦。咁透過分黑之餘咧，但係依然都係見到一啲日間行車燈 LED 嘅每一點位置嘅。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啦，當然頭沙板啦，咁其實三浦先生咧喺設計沙板方面咧，真係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別嘅風格嚟嘅。比起 LB， 大家睇翻咧，其實 LB 嘅設計就比較上係流線型一啲啦，而三浦先生所設計出嚟嘅沙板部分結構咧，就會呈現得比較上係有少少突兀嘅感覺啦。咁今次咧亦都冇咗一啲渦釘嘅部分啦，取而代之就係一個比較不規則型少少嘅一個沙板結構嘅。咁後面嘅部分會變大啦，車頭嘅頂部會變細，而去到最前面直頭會變咗一份我哋叫做好特別嘅結構啦，L 型嘅設計啦。
咁今次 Mini GT 咧喺整體嘅線條刻畫方面咧都叫做流暢嘅，做得好好嘅，唔會話感覺上好似一嚿嘢突咗上去啦。咁當然啦，我依然都係希望佢嚟緊會出一個版本係成架車一整體嘅效果嘅。另外值得留意嘅部分啦，其實咧頭沙板嘅結構咧係比較特別嘅，大家會見到咧佢唔係話帶一個弧形邊嘅，佢係帶有少少幾何形嘅。咁後沙板嘅部分咧就採用咗一個梯形少少而又有帶有一啲弧度嘅設計嘅。咁呢一度咧可以凸顯到咧，所以大家會分得出咧 Rocket Bunny 同埋呢一個LB 咧，佢哋嘅共通點咧，其實係完全有兩種唔同嘅風格線條啦。甚至有陣時候咧 Rocket Bunny 好多時候會出邊咧會加設一啲外觀設置嘅，咁呢個係比較標誌性嘅嘢啦。咁大家可以咁樣嚟分別咧，應該就會容易啲睇啦。咁啊，另外啦，今次後沙板嘅部分咧，其實係後沙板較細嘅，前面嘅車門位置較大啦。咁呢一個位置咧突出嘅部分咧，做得相當之唔錯嘅 Mini GT 喺呢一個部分。另外最後咁其實咧另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Rocket Bunny 咧喺後面嘅連貫性咧，通常都會有呢一種設計嘅，就係由尾沙板一路伸延至車尾嘅尾泵把咧，會形成好似一個一體式嘅設計啦。咁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呢個壓抑嘅效果啦。咁我都覺得令人滿意嘅，唔會話覺得好似唔舒服嘅感覺啦。咁今次三浦先生咧，佢好明顯就係佢嘅設計係想傾向 S30啦。大家睇下成架車個整體設計係好似嘅，尤其由頭到尾都係啦。基本上佢簡直係想將佢變成一部賽車化嘅 S30咯。咁但係就大家又點睇呢？係咯。咁好啦，我哋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咧，死氣喉部分咧係我比較留意嘅。今次採用咗個獨立分件嘅設計啦。咁分件方面咧，呢一條鈦合金喉咧，其實就係用上 Trust 嘅鈦合金喉嘅。咁啊，呢一個一體成型嘅設計啦，所以我就冇辦法打開個內籠啊，因為上次我試過整爛咗啊。咁啊，成架車甩咗油之後咧，我就車尾部分我講唔到啦。咁但係今次就係咯。同埋大家已經見過400C 嘅，睇翻右上角嘅資訊欄就會睇到㗎啦。咁好啦，關於車尾嘅部分結構啦，首先第一點啦，當然就係個尾張嘅部分啦，做得唔錯嘅，都係金屬質感嚟嘅。咁同埋兩邊嘅尾燈部分咧，依然都係有保留到應該要有嘅裏邊嘅一啲細節啦。咁呢一啲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同埋今次咧，喺喉嘴方面咧，即係死氣喉嘅喉嘴方面咧，係做到輕微突出㗎，又保留翻應該要有嘅嘢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自己咁睇啦，我都覺得佢今次做呢部車都算係唔錯嘅。咁啊，希望日後會有一個一體成型版本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8.5分嘅。整體嘅質素都較為穩定啦，顏色嘅分佈咧亦都係比較特別啦。最重要可以透過呢一套包圍咧，可以睇得出三浦先生喺另外一種狂野之下咧，有一種收斂嘅設計啦。咁啊，再融合咗新舊嘅效果，而呈現出嚟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睇睇成條片啦。嗱，咁容後咧，應該佢會出一部一體式顏色版本嘅車啦。咁我都期待嘅。咁唔知大家又點睇咧？歡迎留言話我知啦。咁啊，如果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個頻道。其實我後台咧仲有好多人未訂閱㗎。係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啊希望你訂閱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